朋友们，新年已至，希望新的一年大家一起发。我发现有一个指標同時超越了911、2008金融海嘯、2020新冠疫情，那到底是什麼呢？不要走開，我們一起來看一看。你知道水燒到99度和100度的差異是什麼嗎？前者呢是沒有什麼變化，後者呢卻是整鍋沸騰。現在的市場就像卡在了99度，全球不確定性指數，這個透過統計各國政策報告中不確定性持平計算出來的指標，剛剛創下了歷史新高，不是近10年新高，是有記錄以來最高，超過911攻恐後的恐慌，超過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的那個秋天，也超過2020年全球封城的那段噩夢。這意味着什麼呢？歷史數據告訴我們，高不確定性通常對應3件事：企業投資萎縮、經濟放緩、金融市場劇烈波動。那說人話呢，就是你的投資組合正在一個地雷密布的地圖上行走。但是這裡有一個反直覺的問題值得你去深思。那所有的人都在談論不確定性的時候，確定性本身是不是就變成了一種稀缺的溢價資產？那帶着這個問題，我們繼續先把看跌邏輯擺上桌。那因為忽視風險的分析師不是勇敢，是愚蠢。美元正在失去硬度，聯準會獨立性受到政治壓力威脅，這不是陰謀論，這是外匯市場有真金白銀投票出來的訊號。當全球儲備貨幣發行機構開始被質疑獨立性，美元的信用溢價就會像一塊冰激凌，在陽光下靜靜的融化。你不注意的時候已經是留了一手了。科技股的 AI 資本支出泡沫疑慮浮上水面。那目前呢，有25%的基金經理認為企業在 AI 基礎設施上的投資已經過度了。這個比例是20年來首次出現如此規模的質疑聲浪。那換句話說，1/4的專業玩家都開始懷疑這些砸下去的錢到底能不能賺回來。再加上2月下旬歷史季節性偏弱，那這不是玄學，是從1950年以來超70年的統計數據說話。短線承壓的邏輯並不牽強。標普500 SPY 目前距離歷史高點僅是 2.2%， 關鍵支撐落在676到678區間。那如果這個區間失守技術趨勢線將正式破壞，熊市訊號點燈，阻力位在686，突破呢才有機會看到694到695。現在的多空防守就在這幾個點之間寸土必爭。但是等等你不要着急，那個錢去哪兒了呢？這才是真正的問題。空頭的故事說完了，現在輪到一個很多人沒有注意到的關鍵性的細節。科技股被賣了，但是資金呢沒有離場。這就像一家餐廳的客人從吃牛排改成了點斯拉，餐廳呢還是滿座的，只是菜單換了。資金呢從這個科技股、數據公司流向防禦性零售，板塊輪動，不是市場崩潰。那更重要的是被拋售的那些公司基本面怎麼樣了呢？利潤率上升，客戶數量增加，定價能力完好無損。這叫情緒驅動的拋售，不是基本面惡化。情緒驅動的下跌對有耐心的投資人來說是個更通俗的名字，叫折扣季。微軟、Meta、亞馬遜這3家公司的營業現金流正在持續創造歷史新高。現金流是企業的血液，血液充盈的公司股價短期跌跌撞撞，只是在換乘客，不是在出軌。讓我用一個比喻來破解市場上最大的認知偏誤。很多人聽到科技股本益比80倍就嚇跑了，但是這個數字是包含特斯拉的美股七雄整體追蹤本益比。特斯拉的估值本身就自帶一個科幻小說的加成，把它拿掉，其餘6家的預估本益比驟降至27倍。再進一步篩選，亞馬遜加上微軟加上 Meta 3家合計預估本益比只有24倍，而標普500 SPY 的整體呢是22倍。你告訴我這3家公司的成長率護城河、現金流創造能力，那跟一個由500家公司平均出來的指數相比，那到底值不值這2倍的差距呢？還沒完朋友們，沃爾瑪的預估本益比是43倍，幾乎是微軟的2倍，卻沒有人說沃爾瑪貴的離譜。
市場对成長股和穩定股的估值逻輯从来都不是线性的，如果你拿錯了尺，所有的测量都是錯的。顶级投资人 Chris Horn 在2025年第4季度用480到540美元的价格加仓了微软。那現在的微软跌破400美元，如果一個在更高位置願意買的人沒有出頭，那你覺得他看到的是什麼呢？接下來我們再說一說一些我們重點關注的標的啊。ServiceNow 股票代碼呢 NOW， 內部人的錢啊不會說謊，公司的 CEO 準備自掏腰包買進300萬美元的股票。五位高管包含 CEO 和 CFO 取消了所有的預定的股票拋售計劃。公司同步宣布50億美元回購授權並且已經啟動了20億的加速回購。那這一類訊號在市場上可信度是極高的，那就是高管用自己的錢做決定因為他們最了解公司內部的情況，而且虧損的是自己，没有理由去表演。而且大戶同步買進了2026年5月到期的125美元買權，那名義規模呢是220萬美元。那這些訊號的疊加就像多個地震儀同時偵測到同一個震波。再一個標的亞馬遜，9天的下跌消化了什麼？亞馬遜9天內市值蒸發了約450億美元，那這個數字聽起來就相當的驚人了。但是放到全公司的規模裡，比例上更像是一個健壯的人感冒了幾天。200美元是關鍵支撐位，訂單簿顯示呢，195到196美元之間存在大量的買強，那這是機構資金在等待着接的位置，不是在等着跑的信号。近期收盤靠近日高，顯示多方還沒有放棄防守。再一個標的呢，就是日本股票 ETF， 股票代碼呢 EWG， 一個20年一遇的相關性翻轉。日元與日本股市的相關性自2005年以來首次由負轉正。這個聽起來是個很學術的東西，翻譯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話，就是過去日元升值，日股跌，現在兩個一起漲。歷史上這個訊號出現過2次，1982年和1990年代。那對應的都是大牛市的起點，外資正結構性的把資金從美國市場分散到非美国市场。那日本呢，就是最成熟的承接者之一。再一個標的多鄰國，80%的跌幅裡到底藏着什麼？股價跌幅已經超過了80%，但付費的訂閱用戶從2020年的110萬成長到現在的1150萬，漲幅呢945%，連續使用超過1年的用戶達到了1000萬，那2年內翻倍。那這些訂閱用戶從未出現過單一季度的環比下滑。對比一下，奈飛在2022年曾經連續6個季度訂閱數量下滑，高盛在奈飛2022年底部上方僅5%到10%的位置給出了賣出的評級。之後呢，奈飛漲了320%，是納斯達克100指數 QQQ 的3倍。那這個故事啟示不是高盛永遠錯，而是市场情緒最悲觀的時候，基本面還在的成長公司往往是最不對稱的機會。全球有15億英語學習者，6億棋類玩家，那多鄰國還在擴展數學和音樂，那這些都是人類學習的刚性需求，不是一時的流行。接下來是一個我看跌的目標，富國銀行。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該買，富國银行的上升趨勢線已經有效跌破並且確認了。銀行板塊整體在2026年持續走弱，摩根大通、美國銀行都在同一個下行軌道裡。近期市場出現了一筆值得注意的期權交易，85美元行使價的認沽期權，那到期呢2026年8月21日，接近平值，規模呢8.6萬美元。接近平值代表買方認為股價真的有機會跌穿這個位置，不是在買彩票。在不確定性指數突破歷史記錄的環境下，那持有部分防御性的對冲不是悲觀主義，是投資組合的安全带。另外這周還有一個你必須要盯緊的時間表，那接下來的幾天是讯息密集期，錯過任何一個都可能会讓你判斷掉線。明天也就是次一個交易日開盤前公布建築許可、耐久材訂單、房屋開工數據，這3個數字是實體經濟的體溫計。下午2點 FOMC 會議紀要公布這是解讀聯準會降息路徑的直接一手數據，會影響所有利率敏感資產。本周4沃爾瑪財報是消費者健康程度的真實快照。沃爾瑪的客戶群橫跨各個收入層，它的銷售數字是整個美國消費力的縮影。本周持續機構 13F 持倉申報陸續公布，這是每季度一次的可以合法偷看頂級投資人出牌的機會。
2周後，伊朗談判方案預計提出，霍爾木茲海峽如果有風吹草動，石油與地緣政治風險將瞬間重新定價整個市場。你現在的位置決定你之後的選擇，不確定性創歷史新高，不代表機會就消失了，代表筛選器的門檻變高了。能在這種環境下存活並獲利的人不是膽子最大的，而是判斷力最清晰的。他們知道哪些下跌是情緒在說話，哪些基本面在哭泣，知道哪些估值數字是被錯誤尺量出來的偏見，哪些是真實的風險溢價。市場永遠不缺噪音，缺的是能夠穿透噪音的邏輯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所有內容，希望你能有所收穫。希望大家積極的點讚，也可以在評論區留下你寶貴的意見。我是老林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